我们的数据分析，就是2组或者3组或者4组，同样的数据来分析。你到误差很小的时候，就跟医生看病一样，你找一个医生，另外一个医生，另外一个医生，分析不是绝对一样的。您40岁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在诺贝尔奖得主当中绝对是算年轻的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40岁已经功成名就了啊，这一辈子躺在这个功劳簿上也是可以过得很不错了。在这之后，激励着你不断的在科学上还一直往前探索，而且到今天还如此高强度的工作，那个动力究竟是什么？好奇，还是好奇？就是好奇。而且同时呢，我没有别的兴趣。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太太非常支持我。她怎么表现对您的支持呢？她是心理学博士。结婚以后呢，就觉得最重要的是家庭，和小孩，所以她就放弃自己的事业，管我们组里的整个组里的行政工作。所以他跟您是在一起工作的。一起工作。这样倒是解决了这个家和工作分开的问题。他记性很好，见政府的官员，通常我就请他，还有另外一个人，3个人一起去，主要是我和主任谈话，我太太叫苏珊，她坐在那儿听，可是她能记住谁说的什么，另外一个人管计算机。你们结婚已经39年了哈？1985结婚。您当初是怎么追到他的？我问了一点个人化的问题，因为有一些这个年轻的网友会说，哎呀，好像研究科学的人是不是都是宅男呢？这宅男怎么表达爱情呢？宅男是什么意思？宅男就是躲在家里不出门，不太喜欢社交，有一点社交恐惧症的人。您那个时候有社交恐惧症吗？我很少与外界来往，我最主要是没有时间。对，同时跟我工作的人。您怎么认识自己的太太的？怎么表白的？1974年，我们接例子发表以后，我们希望找人帮我们做行政工作。夏天，在波士顿报上登了一个广告。那时候他刚拿硕士学位，在报上看到我们一个工作，他就来了。来了，准备做3个月。这根本对我们这是一点兴趣没有。他是学心理学的，是吧？可是来了以后不到1个月，很快，所有的行政工作，他马上就掌握住了。后来我们就请他留下来。那你还没有回答我的实质的问题，你如何向他表白的呢？很难说了。有一次我请他出去吃饭，到一个波士顿一个鱼饭店，第一次请他出去吃饭，吃完饭以后，我才发现我根本没有带钱。你根本没有带钱，所以很尴尬，对不对？是，还是向他借了10块美金。这是不是给了你一个理由，可以再把钱还给他？于是又有一个理由可以再请他出来一次。这是我最初在一起的原因。他有没有从一个心理学研究者的角度来评估一下您的心理状态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比如说您是一个特别稳定的人，非常不情绪化的人。那你在问他，不能问我。我知道，但是夫妻之间也会有相互的观察和评论的。他一般会怎么说您？他怎么样来形容您的性格？他担心的就是我身体。他认为花很多的时间在实验室里。最担心的就是我们通常，因为有一段时间在 MIT， 有一段时间在西欧合作中心，在日内瓦。所以每2个礼拜我们飞过大西洋一次。随着年纪，慢慢时差的影响越来越大，他比较担心这个。但是您呢？您比较不服老，对不对？我没有什么观念，就是说只有实验室的事情，
因为很多的事情，你不能在电脑上决定，你一定要见到这个人，和他讨论以后，你才了解他真正说什么，后面是说过什么，以前说过什么，为什么说这个。所以我估计您太太是担心您在工作上太投入了，太追求极致了，会给自己带来很大压力。对。但是毕竟88岁了哈，您有的时候也会感慨一下说啊，毕竟老了。没有感觉，毕竟老了，可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像比年轻的时候时间还快哈。我还记得很清楚，20几岁的时候事情，30几岁、40几岁、50几岁，好像转眼一下就过去了。但是现在自己的思考能力，包括记忆力，您觉得有减退吗？还没有发现。哇，发现我已经说过了，假使分析能力、记忆能力，就是物理上的，有减退的话，我就不应该做这个实验了，不应该领导这个实验了。但是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其实和我们的心理有关，就是心理的状态往往能够影响到我们生理的状态。你比如说我去采访这个苏州的绣娘啊，就是做刺绣的女工啊，她因为一直刺绣，非常的专注哈。到她60岁的时候，她居然眼睛都不会花的，因为她每天都在做这么精细的事情。但是她如果把针停下来说我不做了，她的眼睛马上就花了。所以是不是某一种程度上，我想一个像您这样的物理学家，因为一直在这样的高强度的脑力的工作和科学的研究，所以您的这种思辨的能力它就没有减弱。我猜想，你说的是很对的。苏长常常问我，说你不能退休，你退休以后你做什么事情？你想一想看，你一辈子都在做物理，不会做其他事情，什么事情也不会做，家务也不会做，也不会做饭，没有很近的朋友，除了物理以外，别的事情我知道是很少的。您觉得这会是人生的一种遗憾吗？我不遗憾。有一种说法是我们来这个世间走一遭，就是为了体验尽可能多的事情。而您就是专注这一件事情。我开始学物理的时候，我母亲是个心理学的教授。你看，这个还是有家族的，也有一些关系哈。我母亲就跟我说，物理不是每个人可以学的。除非有特别天分的人才能学物理。换句话说，就是我没有这个天分。那也不见得，也许是一种对你的肯定啊。我就跟他说，每一个人在世界上只走一次，我应该照我的兴趣去做。他就没再说话了。可惜他很早去世，没发现自己的错误。他没有看到您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天啊。但是他对您的影响很大，对不对？我家里对我影响很大的人，最大的是我的外祖母，祖母，和我母亲，再就是苏长4位女性，4位女性。这4位女性对您最大的影响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家里很多小孩，就是我父亲有4个妹妹，反正有人跟我争吵，我祖母一定站在前面来保护我。那是因为重男轻女，是不是？但是总之是非常疼爱你啊，非常疼爱。外祖母呢？外祖母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呢，在金浦路上工作，就觉得中国太腐败了。那是1910年左右，就把全家的家产都卖掉，